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最近发现那个蛮有趣的东西，那就是这个游戏手把。那这个呢，我觉得可以用 3D 链去做一些改进。那先来看一下它的东西。那其实它的东西很简单啦，好像就只是一个手把嘛，那内容就这样。那主要是重点是这一个。那这个呢，这个地方主要是这个啦。它这个呢是在仿照那个大型的格斗游戏的，应该说大型的摇杆吧。对，因为像巴比董他之前的手把我有买，就这种。因为一般的话，如果说你是上班族的话，可能玩游戏不想要那么麻烦，可能有一种轻量简单的，然后玩一些简单游戏用这种就可以了。那当然这一把也是有一点问题了，就是说它卡键。当然这个我已经加油，我里面上了一些油，现在已经不会卡了。这个边的构造跟这个是不一样的。那这个的构造呢，其实呢是比较像这个，这是那个巴比斗他自己出的一个大型的摇杆啊。当然，你如果说你去买的话，当然零件不是这样子，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已经有去从日本买那个零件去替换过，像这个是静音的按钮。这是静音的按钮，那这是静音的摇杆啊，当然连这个杆头也是换掉的。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有趣的性质啦。就像很多人会去买一些大型的那个键盘一样，会买一堆键盘。那这个手把呢，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主要可以让你去替代掉这一种大型的摇杆，因为你可能你没什么空间嘛，或者说你只是想要休闲一下。那你想要用那种摇杆啊，或者是比较大型那种以前那种街机的感觉，那用这个可能会比较适合。好啊，等一下就是把它拆解来看一下它的状况到底是差在哪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那我大概把它拆完了。那其实你要把它拆下来很简单，你只要把这4个螺丝孔取下就可以了。它构造是蛮简单的啦。那这个拿下来之后呢，它这个前面摇杆的部分呢，就是它跟一般的手把的特别的地方在这里，就这一块。那这一块要取的很简单，它其实就是4个卡榫而已。那它的构造呢，跟我们一般的手把最大差异就是在这个地方。我就在这里。那这块零件呢，刚好就是我们可以去用 3D 链去改善的地方。因为其实我看到很多的玩家呢，他就是在买了这手把之后，他通常会自己去做一些修正啊。对啊，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零件用 3D 链去做一下修改。好啊，等一下呢就是会讲一下 3D 链印出来的结果。Hello， 大家好。那现在讲一下关于列印件的部分。那这一次的列印呢，我使用了超高解析树脂跟另外一支这个ONYS 耐冲击的料来去做测试。那先来看一下那个关于超高解析树脂出来的状况。那这是原件啊，这是原件。那因为有一些是我在列印过程的时候有一些小失败，顺便也可以跟各位讲一下说，印这种东西的时候就是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。好，那这是 ONYS 的。好，来放大一下。那由于我不知道说这个东西，就是说我要加厚哪里，其实这个东西它有加厚的地方可以加厚哪里，你知道吗？一个是加厚这里，一个是加厚这里。加厚这里的就是说我今天我要触碰这个按钮的时候呢，因为把这边加长，这样可以快速的去按到按钮。那另外一个是加厚这边，加厚这边就是我的弹簧顺便可以变得比较紧。
那我这一次呢是使用加厚这里的方式，而不是加长这里。那这是列印件，列印件这里。那列印件呢，我测试了3种，一种是加强 0.4mm， 加强 0.5mm， 跟加厚，就是加厚 0.6mm 这样子。那这是你看这边都有标一个号码哈，这是加厚 0.6mm 的。然后你看这个是加厚 0.5mm 的，加厚 0.5mm 的。然后另外一个是加厚 0.4mm 的，这是加厚 0.4mm 的。那我去做了蛮多这个组装测试的啦。好啊，接下来就是说关于 3D 列印呢，大家会比较在意的说收缩问题，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元件嘛哈。那其他地方都是一样，我只是把它加厚。各位可以看一下，这样你觉得？不，这个出来这样子。哦，这样应该看得出来嘛？其实，因为这个是建模后再去弄出来的啦，那尺寸就是照量出来就是这样子。那最大差别就是只有这边加厚，这边加厚，这样应该看得出来吧？所以呢，如果说为什么会收缩呢？以现在的数值来讲是没有问题的。啊，当然了，我这边我在测试列印的时候做了蛮多次失败的，因为像这个零件啊，你看这边底下就是被吃掉了。哦，我翻有号码的那一边，像你看啊，这个底下号码就不见了啊。因为最近可能是因为地震的关系啦，可能有我机器可能有断电过吧，还怎么样？那我自己在使用上我没有再去注意它，然后去重新校正，结果它吃掉底下蛮多的。像这种就不能用了，因为看着跟这个就不一样。好，另外这个也是一样，这个厚度就完全不一致了，这个也是这样，底下被吃掉了，底下被吃掉变，一个是这边被吃掉，哦，这边就整个变。底下被吃掉，这是底下被吃掉。等一下呢，就是会进行组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那现在进行替换的组装。那这几块零件呢，其实不是很好装，因为它有弹簧。那我想它应该也是因为这个样子，所以它在量产上可能会，要组装的人会比较麻烦吧，因为它是有弹簧的。然后底下有这一根这个。所以呢，我就在列印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小的这个，那我们就可以把它这样子。那我这个上面这个是有号码的嘛，哈，放大一下。像这边是列印比较漂亮的，那这一面就是列印比较不完美的，那这边会往上，所以我就用这个这样把它套住。哦，像这样，然后呢，就把它放到这边来。这样我4个都弄好之后呢，我之后要去做这个装卸会比较简单一点。那一样，你看这是有号码的地方。然后一样是翻过来，这边要往上。就先大概一下。那等一下我把它装好之后，再给各位看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那我大概把它装好了。其实这个零件真的是要装要比较花一点时间啦。那最后装好之后呢，我们把它上一点细油。
就在这种地方。那我给它上一点润滑油。它这个机构的设计呢，就是要模仿那个摇杆啊。可是呢，因为摇杆毕竟是手嘛，那这个是拇指嘛，所以它原来的设计，我在使用上，我觉得那个间隙真的实在是太大了。好，上完油之后呢，就是这个就套下去。好啦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哦，那零件就替换成，你看这是原先的。我先把它替换，那等一下呢就可以来进行一个测试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那现在让我们做个小结。
那这个呢，是我刚好看到有蛮多人在讨论，那也在使用上，就是说遇到它那个，他们叫死区吧，就是说那个间隙太大了。因为这个手把呢，我不晓得它是多久之前出来，然后只是说巴比多呢去把它还原出来。那可能当时的设计就是说，希望说让玩家呢可以在家里呢就可以体验到那种摇杆的感觉，所以才设计成这样子。对，不过它那个本来它的间隙比较，当然经过调整呢，就是说你操作上就会比较顺一点。那我最后呢就是使用那个耐冲击料那一支，然后呢，左上右都采用增加 0.6mm， 那下的部分呢，我是那个增加 0.5mm， 嘿，用这种方式，那我就觉得就很顺。像这种是真人快打的游戏嘛，像这种也可以啊。其实不止这个啦，只要是类似格斗游戏类的齁，你都可以使用。当然，因为它这边是4个键，所以可能说要4个键的会比较适合。另外的话呢，是最近像那种什么 Hit Bus 那个，我就不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了。对，不过看到那格斗冠军也是拿传统的摇杆，我就觉得这些游戏其实还是可以开来体验一下。以上就是我的介绍。